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2025年的5月12日，今天晚上香港时间8点半开始的那个直播啊，一般来说我们的直播1个小时啊，那正好就是赶在美股开盘之前啊，如果大家有跟七爸爸看着七爸爸直播一段时间的话，或者甚至是 GMP 同学等等等等的话今天晚上应该很开心了，是不是啊？港股涨了好多了啊！今天晚上美股大家猜一下，会涨多少呢？哪一个股票会涨最多呢？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事不宜迟开始也是准备了一些内容当然时间有限我们刚才讲过只是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想听哪一个多一点可以A B C D。我们看看观众的投票by the way，新同学新朋友也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在哪里的那老的网友，我们经常见面的就可以打个招呼也可以告诉我之前看了我的直播之后有没有一些好处应该4月7号看了我的直播，4月14号看了我直播，应该都有好处吧，对不对所以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喜悦给大家10秒钟来投个票 A B C D 当然呢叫多点朋友来看今天晚上的直播，特别今天发生了大事情中国跟美国谈好了是不是今天晚上美股要涨多少呢？港股还能涨多少呢？中概股 A 股好像没怎么涨能不能追落后呢所以大家想知道的话叫多点朋友来够1000人的话大家可以问我我会回答大家一个股票那当然了这个叫多点把今天有这么有价值的直播分享到各个群组啦，你的朋友圈啦，或者拉你的朋友一起进来看今天的直播了，好吧 ？OK， 那我看一下大家已经投了票了好，首先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什么好消息的话，中国跟美国首一轮的谈判。谈了2天，在瑞士谈了2天的谈判有结果了，而且这个结果是比想象中来的要快，也比想象中来的要好就是大的来说就是很复杂的细的字给大家看了，大的总结来说就是把关税而且是双方中国也降，美国也降115%如果你降了115%，中国剩下来的本来是154嘛，对不对？那大约就是30% 左右了30几个%了。那美国中国要收美国的关税就10% 因为之前大家也是以牙还牙一个加，累积加了大约125%，那现在就是特朗普好像最底牌最少也要有10%，因为他跟英国也是10%这是 minimum那中国也是说你降多少我降多少，所以大家互相都是降了115除了这个115%之外那中国也说了以前呢你加我关税我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非关税的麻烦也会取消掉了或者放缓了我估计就是稀土可以出口了这个波音可以继续买了美国的电影又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放了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些麻烦都取消掉了所以这个今天晚上美股也应该会涨包括对美国的通胀会有很大的一个放缓舒缓当然了这个中国马上开始生产出口也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但是整体来说是个好事情那我们看到A 股好像没怎么涨我估计是 A 股收市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所以还没来得及涨就停了再说呢 A 股的资金可能了这个国际的资金流进去比较少一点所以影响相对少一点那港股呢你看了特别是科技股，就是这些高科技的股票涨了
整个大盘涨了5%啊，整体的恒生指数大约涨了3%，而且大家看到大约是到2点多的时候，一下子很急的涨上去啊，所以散户最差的就是涨了一点点就卖掉了啊，如果你涨了一点点就卖掉了，到了今天收市前涨的那些升幅，你就眼巴巴的看着它流口水或者是流眼泪了啊！有没有犯过这种错啊？七爸爸教大家不要盲目的赚了一点钱就止盈止损获利离场啊！有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写 Oh my God，OK 啊，学到东西也可以写 Oh I see 啊。那美股呢？我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也是涨了不少啊。刚才我又看了一下啊，好像涨得要比现在在这个slide 上面的要更多了啊。所以大家今天晚上猜一下，美股一会儿9点半开市的时候会涨多少啊？你手头上的那些股票啊，有没有一些股票会涨多少啊？OK， 那当然呢，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一次我们学到了什么啊？赚到钱固然开心，对吧？学到的东西还是以后能用上，继续能用上的啊。那第一个给大家大家学到什么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我学到的，我也是一路有给大家做直播啦，拍 YouTube 视频啦，当然还有我们的 GMT 里面一直有说的。就是特朗普是一个拿点好处，只要拿点好处，你不要相信他说什么。他今天说我们要把药的价格要降下来多少啦 ？bullshit 啊！明天说我要怎么样啦 ？bullshit，talk is cheap，OK？他说的所有话你不要当真啊，他是一个戏子拍戏的 ，OK？他是一个 negotiator 谈判的高手，所以呢，他说什么你听一听算了，对吧？2天前说中国的关税85%就差不多了结果现在出来之后要比85%要低很多所以呢，你不要相信他说了什么，这全是他的谈判的技巧。我们在4月14号有没有人4月14号有来的有见证的，对吧？4月14号我们这里的 YouTube 的直播里面有讲过当时好多人说哇，这是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啦，他用关税联合中国周边的国家要针对中国啦，要怎么样搞死中国啦。特别好多的台湾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台湾的那些经济学家可能有点主观的抑郁在里面中国死定了，特朗普是用关税来围堵中国的。我说 bullshit 我说不是的了其他国家谈好了谈不好了对美国实体的经济来说一点点，对吧？英国第一个高姿态的跟美国谈完了，英国的贸易才那么一点点就算你怎么样谈得好，都是那么一点点，对整体的美国的通胀和经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其他的越南啦台湾啦这个日本啦韩国啦印度啦其实谈好之后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情真正使到美国通胀还有经济大受影响的是中国当然了，中国也会很伤就是跟美国打关税战，中国也会很伤一会儿我们会分析一下但是美国真正要谈的也是非常想谈的，其他都是这个烟幕炮，真正想谈的是中国所以当时4月14号的时候我就说了，外面的人说特朗普要针对孤立中国都是废话有没有见证，对不对第二个谈好的原来就是中国大陆而且谈好了之后good 非常好哇，中国优秀非常好，对吧讲好话是免费的，他又开始讲了非常好的，对吧？之前说中国很坏现在说中国好有诚意所以呢，当然这个之前你给他瞎使的时候，哇，这个股票跌下来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发财的
机会了啊，捡便宜货的，捡黄金、捡钱的啊，地上有钱去不捡可惜嘛，对不对？特别是大家来听了七八把的分析啊。那好了，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一次中国打这个关税战是非常非常漂亮，打得非常漂亮啊。我们不可否认，美国发动的第一个，为什么美国会发动？因为他自己觉得有一手好牌。美国有一手好牌啊，你是 buyer 嘛，对吧？你是买家，你是客户嘛。一般来说，客户是有优势的啊，特别是他还掌控了这个话语权，掌控了这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还有量化宽松啊，所以他掌控了好多的好牌在手里，所以他觉得跟全世界拿点好处没问题啊。唯独就是中国站起来了。第一个反抗了，也是带头反抗了啊。那中国打的牌就是以牙还牙，你给我加35，我给你加35，你给我加到50，我给你加50。现在降下来了，你降115%，我也降115啊，所以这个叫以牙还牙 ，take for take。你所做的所有东西，我就是 match，我就是跟着你来做啊。当然。美国也是说了啊，我问你买的多，所以我给你的关税啊，对你的影响要多啊。你跟我买的少啊，同样的关税百分比啊，对我的损失少，对吧？但是呢，同样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分析了啊，美国的抗跌能力要低很多，中国人吃得起苦。而且声音比较统一不是很乱说话啊。但是美国很多的内部的人士啦、经济学家啦、专家啦、民主党啦都会批评这个特朗普经济策略是不及格，对吧？所以有了不同的声音之后中国只要停得住的话到最后是能够这个扭转逆袭现在这个大陆有一句话叫逆袭，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来了一个逆袭。OK， 那现在也谈好了，好像美国还有30%的税，中国只有对美国10%的税，好像还是这个吃了点亏。但我们这里就是要考虑到几点。第一个的确这个关税战对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大的损害的出口有很大的损害的。中国的经济本来在这个关税战之前的这个脆弱的那个程度要比美国弱所以呢中国是这个吃苦耐劳这么久了那正好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再硬的打下去的话，中国自己也会麻烦，对吧？现在是这个 AI 熊猫啦、毛泽东啦、什么什么啦撑了好久所以到这里其实也是中国自己也想收兵了这个第二个。他也要给特朗普一些面子特朗普可以给大家说，那你看怎么样，对吧？那中国也是要面子考虑到全世界的意欲，考虑到美国本土的问题等等等等现在有诚意啦我们来开始谈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头。那现在摸过底之后，美国也知道哇，中国惹不起真的可以打的愿意打下去的对吧？那以后再出牌的时候就没有像上一次特朗普打错牌了，低估了中国的这个关税战的一个决心了那中国呢？也不想跟你打，因为真的打起来的话，中国的吃亏的那个量要比美国要多只是中国人吃得起苦 ，OK， 所以现在两边我们都说过，关税战是一个双输的 lose 的 ，OK， 但是你来侵略我，你来发动关税战，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so that 我们如果打下去的话，就是 lose 只有我们两个都退兵。又变回了 win-win， OK， 所以中国的这个应战的策略是100分在一个被动的一个情况下做到了100分你看要英国的话，其实英国那个牌很好，到最后他其实还是给美国拿了很多的好处
OK，那所以啊，真正啊英国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个英国跟美国的啊，真正的啊这个第一个签了有 significant 啊有一个相对大的影响的这个 deal 啊，这一个合约啊一个协议。当然现在没有完全谈好啊，只是说大家都这么有诚意，好了，我给你90天了啊，其实自己都在慌，我给你90天了，我们继续好好谈了啊，继续把未来那些细节谈好它啊。哇，现在998人了啊，再多2个人可以问一个股票了啊。OK， 大家想想，1008人了。OK，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大家一会想问哪一个股票，我知道的我都会无限的分享，无私的分享，好吧 ？OK， 那今天的这个结局呢，当然啊，股票涨了好多，对吗？其实是我4月9号在 GMT 预测到的6个可能性当中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啊！我还记得当时讲了6个之后，有一个同学说，那哪一个可能性发生的机会是最大的啊？所以呢，当时我就说，可能性3，特朗普一个个退兵退下来，特别是我们分析了，特朗普不是要针对中国，特朗普是要拿点好处，拿不到的话，他就会借点机会下来，而中国是有能力，中国大陆是有能力跟美国战争战到底打到底，不怕打到底，对吧？所以呢，4月9号是一个加开的加差的这个 GMT， 就是4月7号股灾日，香港的股票一下子一天跌了16%，当天我就看到中概股、港股，包括美股连续跌了几天尸横遍野，我觉得哇，地下有钱的可以捡啊，对吧？所以当天大家有来的话4月7号有直播的话，我还有病我刚刚从那个台湾回来，还惹病了我都带病告诉大家地上有钱快点我还说加开一个4月9号的 GMT， 4月9号的时候我抱养了2天就是做了好多的 PPT， 告诉大家这一个关税战是一个这个捡钱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要做好这一个这个叫什么风险管理做好风险管理之后，当时我就看到其实中国是有能力打下去。那既然有能力打下去，我们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里面那一个谈判里面，那既然大家都有能力打下去，最终肯定是2个都会退下去从 lose-lose 双输变回win-win OK， 那结果真的是发生了所以呢还有一个今天晚上股票涨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现在困扰着美股的或者是全世界经济的一个是关税战中国跟美国如果持续的谈不拢、谈不完、谈不好，这个国际贸易恢复不了的话，完全停顿的话，145%你不用买任何东西了，对吧？完全停顿的话，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国家都会经济放缓，美国有通胀，全世界会有通缩。那这个美国有通胀全世界有通缩是2个不同的情景所以美股跟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又会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的央行可以量化宽松，因为他们在通缩。美国的央行不能这个量化宽松的太早或者太多，因为他们是通胀所以特朗普说你这个 loser 说鲍威尔你这个 loser 怎么这么慢的来降息人家都降了对吧？他其实不懂，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关税战会使到他们有通缩，通缩的话量化宽松就可以了 OK 了不怕通胀了但是美国有通胀，量化宽松就会有更大的通胀了，大家明白这一点请 OIC OK。 所以你听七爸爸讲完之后，外边那些胡扯啦，包括特朗普不懂的东西你们都懂得比特朗普多了 OK。 那所以呢这个以前中国跟美国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有可能会来一个滞胀，而滞胀发生的话，像上个世纪这个70年代的话，股票市场是跌一半的
那当然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之前这个可能性，美股的3个危机，其中一个是关税战。最近我也有一个YouTube 的视频，大家没看过的话，可以回去找回我们的 channel 里面最近那一个美股3大危机，其中一个是关税战。那现在起码中国跟美国这个友好了继续谈下去了，那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了这个可能性大大减少了，股票市场就会涨，因为股票市场涨还是跌，其实是各个可能性综合在一起的一个 blended， 一个好像是混在一起这个哪一个平均，这个每一个几率和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平均数weighted 的一个 average，OK，所以呢现在这个可能性减少了之后，那股票市场涨是应该的了。OK， 之前其实美股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大家看到特朗普原来关税重的不得了是能退下来的所以之前股票市场已经是在偷步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觉得关税战可能以后会好转这个可能性那今天晚上应该是一定会涨的了因为这个可能性少了这个以前这个可能性会使到股票市场跌，那这个可能性少了，那它就不用跌了，对吧？所以今天晚上股票会涨了那好了，道理分析给大家了，对不对？机会这个回不了4月7号、8号、9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复盘一下，看看学到了什么，下一次再来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怎么样能把握如果这次没把握到的话，下次怎么能把握如果这次把握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把握到了包括你们也可以写一下我这样的复盘你学到了什么你有什么的心得我们来留言区写一下，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跌了好多，4月9号加开的 GMT， 我一开始就说了，港股2个指数都是 RSI 超卖了。美股也是 RSI 超卖了，特别美股当时的 Fear and Greed 恐慌指数已经到了极度恐慌，也就是说短期内是利好的长期有3大危机，刚才有讲过最近这个星期天出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讲过3大危机，所以长期还是有所保留有所谨慎。但是短期呢，当这个市场情绪到了极度恐慌的时候就是短期要捞一把了 ，OK？ 所以到了4月9号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其中一个是苹果，为什么买苹果呢？因为它是最受关税影响的，股价跌了太多的最多的。但是我个人估计，苹果因为对美国太重要了而且它的用户怎么也走不了的你可以印度做、大陆做、美国做，但是到最终这个苹果手机太重要了，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4月9号之后我们讲完这个 GMT 之后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整体的关税的扩免。再过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候，他就说了smartphone 这个智慧手机电脑、平板电脑都是扩免在这一个这个关税里面所以苹果当时170多我也买了一点结果210今天晚上也应该超过210了 ，OK 所以这个是上去了那另外一个呢是富途富途我记得讲完这个时候再去看。跌到71，我在71买了那时候这个吵架嘛，这个美国财长就这次还谈到最后大家握手的好开心的那一个说我不排除把中概股也要退市。OK， 他这样讲，中概股的退市，当时好多人都瞎了，尿也被瞎出来了我过去3个星期被问了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七爸爸，中概股退市怎么办呢？怎么看中概股要被退市我说 bullshit， 对不对？我说了这么多次 bullshit， OK， 每一次中概股要被退市跌下来，你是说好，我来帮你，我来收吧，对吧？所以呢，71块买富途，开不开心我超开心就算没有71块买就是这个价格买的话，也是56%哦，
才1个月哦，大家现在写了好多的股票啊，够1000人了，对不对？一会儿我会讲啊，OK， 好啊，记住要留着了啊。好，另外领展，我说领展啊，大家看到一个牛的公仔啊，是防守性的，对吧？有一个防守性的，就是说啊，这个在关税战不明朗的因素底下，我们要保守一点。有什么可以保守一点啊？有一些保守的股票啊，这个领展当时是跌到了34块。OK，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40多，麻烦大家帮我查一下，40多，对吧？七八宝都不是每天看股票的啊，只是大的事情发生了，机会来了，我嗅到机会来了啊 ，I smell money 啊，我才去看的，对吧？啊，今天林仔给我 update 一下，涨了多少啊？当然，我的团队告诉我已经涨了26%了啊，也不错，这是个保守股票哦，对不对啊？房地产信托啊，拿来收股息的啊，它现在股息有8%这么多，对吧？啊，41了啊，有人说41了啊，谢谢啊 ，OK， 好，还有一个关税战嘞，跟比亚迪不是应该受害的嘛，对不对？当时甲亢哥到中国，当然了，这个都是有付钱的啊，他每分钟都收几百万的，对吧？啊，比亚迪当然也付了不少钱啊，这个整体的也付了不少钱，但是这个一个网红效应树立品牌啊，这个到最后啊，这个完全是一个还没有反映在股价里的啊，所以关税战本来中国的车子也不卖到美国，对不对啊？它跌下来了啊，你看啊，也是裂口低开了。就是买入的一个机会了，对不对？我就这样分析的嘛。中国车本来也不卖给美国，那跌下来了，这个不是应该买了吗？还有一点啊，全世界不喜欢特斯拉了，全世界不喜欢美国车了，那买什么车啊？中国的比亚迪就是其中一个，包括中国内部啊，中国内地的市场不喜欢比亚迪了，不喜欢特斯拉了，要买比亚迪了，对不对？所以比亚迪其实是一个受益者啊，所以当时320多啊，今天比亚迪多少？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啊。OK， 好亿航当时15块多。OK， 我说，管它关税战不关税战，它主要的市场是中国本地还有中东市场。OK， 这个前途无量啊，这个最近啊，5·1黄金周，黄果树破布，它的那个无人飞机已经是带你去观光了啊。如果深圳有的话，或者下次我看到有亿航的无人这个低空旅游的话，我都要排队上去试一次了。我不知道多少钱，但起码都要试一次了，对吧？所以亿航当时是15块啊，现在应该是19了，对吧 ？OK 啊，那个比亚迪现在是415了，涨了100块了，100块300多涨100块，涨了30多%了，对吧 ？OK， 好，另外还有一个啊 AIA 做什么的？做人寿保险的，做这些保险投资的。AIA 也跌了这么多，你告诉我 AIA 跟美国的关税战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啊？当时我就说了啊 ，RSI 到了27啊，这个EH 是 RSI 到了25，严重的被超卖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一个涨了37%，一个涨了28%啊。AIA 今天应该是63、64，大家可以帮我也看一下 ，OK。好，最近几天前我在 GMT 的会员区里面说啊，大家眼睛好不好？有没有要不要验眼睛？看看你能不能读到，能读到的话，帮我写在留言区里面啊。2大利好中港股消息，是不是？5月7号，是不是？2大利好，你还要多少个利好啊？2大不是2小啊，2大利好中港股消息啊，所以呢，2大利好，第一个，中国进一步的宽松啊，10支箭啊，他说10个政策出来 ，OK，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第6个可能性就是中国来一个大牛市的资产泡沫。
港股来一个大牛市的资产泡沫 ，OK， 所以我是讲了，可能性6持续在增加，不断在增加。第二个，跟美国开始谈判了跟美国开始谈判了，可能性1，可能性24月7号我们讲过5个可能性，在4月9号的 GMT 里面我讲了6个可能性，对吧？可能性1和2是不利股市的，这个几率正在少了5月7号GMT 同学对不对？这个价值多不多那你说了崔爸爸你不要 talk is cheap， 你自己有没有买我当然有买了，对吧？大家看到其实我还是蛮保守的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新的一个投资策略。那我来说的话4月7号8号9号是有买到99%的股票把我的现金趁着这个机会买了大约9%的一个股票仓位我的仓位蛮大的那我还有汇丰的，汇丰没写，这只是附图的 ，OK。那到了4月10号不要偷步了，对吧？我就从4月10号、4月9号给大家做完 GMT，4月10号正式开始计算 ，OK。到今天还好，跑赢了恒生指数，香港的恒生指数一点点，香港的恒生指数是全世界跑得最好的。OK， 当时我就说看港股，对吧？所以呢，这个现在我还是跑赢了恒生指数一点点但是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我有9%左右是现金回报率低嘛，在涨的时候回报率低嘛，对吧？第一，第二也有一点美股我要分散投资嘛，也有一点美股但是美股大家看到只有就算 NASDAQ 涨得比较多的也只有 9.4% S&P 500只有 7.4%所以这一次港股是最跑赢的那我分散了之后，我还勉强的跑赢了港股一点点 ，OK 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金额越大，这个可能跑赢的机会就越少了所以巴菲特老人家这么大的资金盘，它的19%的复式回报是很厉害的我们资金盘小。可以这个百分比多一点这个是讲句公道话我们有一位女股神，对不对大家看过，她是300多个%那她资金盘更少一点，只需要买最好的几只股票，那她当然的回报就更好了好，那很快的来调整一下策略，当然这是我的策略年纪不一样，风险胃纳不一样，投资的目的不一样，这个还有这个各种各样不一样，对吧？输了钱不会被老婆骂赚了钱也只是数字游戏，所以相对来说我的策略是比较保守的我个人觉得年轻人资金比较少的，包括如果你对股票的认知比较多的话，可以进取一点我对股票认知当然是比较多了但是我年纪这么大了，对不对？赚了钱也只是锦上添花所以我做了研究，我是分享给 GMT 的对我自己买多了也只是一些数字所以我是分享给 GMT 的，他们赚了钱，你们赚了钱要告诉我，这是我的回报我就自己赚够了有一个梗图，对吧？我赚够了，给大家机会赚一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好消息出货 ，OK， 大家把写下来，好消息出货，对吧 ？Buy on rumor, sell on good news，OK，那不是全卖掉不是全卖掉，因为我觉得现在最糟糕的可能性1和2是减少了。OK 之后90天之后一定会慢慢好的啦。这个特朗普领教过中国大陆的这个谈判了，也不会再来的，我觉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未来也不用这个要比以前好要比以前好。当然美股我们要看了，我是更看好中港股市的 ，OK 那美股当然是 Rich 看的OK 那所以呢我会趁好消息这个卖走一点之前4月7号到9号买的那些基本上
我会把那些放掉，OK， 回到正常的，然后我会再增加一下现金。最近我也拍过一个这个关于巴菲特的一个股票和现金持量的一个 YouTube 视频，对吧？那我其实也是的啊，个人也是的，不是说不看好股票市场，只是保留一些资金。像巴菲特的策略，我是巴菲特的好学生了 ，OK 那等到股灾真的发生的时候，又有资金了，像4月7号到9号的时候，又有资金可以再次的挥棒了，短短1个月赚10几20%，不错了，对不对啊？好，第二个呢，我会增加或者保持我的保守型的股票high dividend high yield 的股票，一般来说是稳一点的，像刚才那个，当然了，领展现在很高了我觉得领展已经涨过头了 ，OK，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息股那另外我的焦点更加放在，特别是大家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资金比较少的那我会建议大家来学10倍股。要学的，不会这个10倍股找上门的那10倍股你学了之后，你想想看我会找10个10倍股，把我那35%的压注在10个10倍股，当然不是平均的，有些我看好的多一点，有些我觉得风险大一点，对吧？那假设平均的话如果有10个当中有1个涨10倍那你的 portfolio 就翻倍了，对不对100% 的回报了。如果你的10个里面有2个涨了10倍，那你就是4倍的3倍的一个回报了，3倍就不错了，对吧？3倍，巴菲特也没有3倍那如果你有3个的话，那你就更加不错了，对吧？那我这个做人比较这个要求低一点，10个当中有3个，好不好？10个当中有3个，其他的涨一点点，输一点点，当打和当没有怎么赚。那10个当中涨3个，3个涨10倍，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对吧？我们都有好几个做到了就是最近的那些都有好几个做到了，以前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OK， 那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如果大家不懂投资的话，快来学，真的快来学，千万不要听个号码我刚才那些讲过的股票，你不懂的话，不是我的学生的话，我希望你不要买，因为真的是翻车了，你赖我就不好了今天早上我去看刘德华有一套新的戏，叫《猎金游戏》很好看非常推荐，对吧？哇，里面好多的人听了一个号码，结果涨上去了，赚了钱了，结果跌下来了，跳楼了。好多人都这样跳楼了这个责任太大了 ，OK， 所以真的还是再重复一下，股票有涨有跌有风险，大家不懂的话，风险是你不懂，你去买股票，这是最大的风险 ，OK， 保时捷不危险，不懂保时捷的人去开车子的人去开保时捷就很危险小米初期不危险。不懂开小米初期的人，晚上还要放自动驾驶就很危险sorry就是这个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跟踪我一段时间的话知道我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的话一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来学习 ，OK？ 你看到你错过多少机会，对不对？一会儿我会再讲几个好的股票给你分析一下，你会看到你错过多少机会所以这一套是我。当年做麦肯锡学 MBA 30年的投资经验精华浓缩出来的你用普通的外面的方法找不到10倍股的，因为市场看到的就不会是10倍股，一定是你在市场看到之前看到，而且有信心去买入，一定要学所以这个你要10倍股的话，还有个好消息。我们正在更新4个案例那你现在马上进去的话，你会看到现在的5个案例，我们更新了4个案例，你就会看到9个案例，等于是多了4天的课程 ，OK？ 那还有呢，就是5月31号我会加开一个 Q&A， 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也可以问我关于10倍股的问题 ，OK？ 好，那回来了我们一会讲讲大家想听什么。股票我们的队友帮我统计一下，刚才有人说要听那些股票那我们来复盘一下，为什么好多人没有把握到机会，对不对我在去年的11月
17号的时候邀请大家去 GMT 啊，现在 GMT sorry 已经是不收新的人了啊。去年11月17号的时候邀请大家，为什么啊？因为我说我会这个重新更新一下2025年我看好的10倍股啊，2025年我看好的10倍股 OK， 我刚才为了大家去看一下其中当然基本上10个都有涨，基本上10个都有涨，有些已经涨了蛮多的了啊。第一个，你看可不可惜？何塞，刚才有人说何塞，11月22号，对吧？我11月17号邀请大家进来，11月22号，我其中一个10倍股就是说何塞被美国黑了。股价非常便宜啊！大家如果眼睛好的话，看到蓝色的那个小点就是附图啊，标志着我买入的，我亲自有买的那个时间点。OK， 那个时候它跌下来的时候，我是大量的买啊，所以我的平均成本大约是3块左右，3块左右啊。那最近有套现一点，所以把我的这个持有的成本降到了2块多，2块多 ，OK， 那现在它的股价今天晚上应该不止17块了今天肯定又会涨了所以现在涨了多少？涨了700多个%了好快要到10倍了 ，OK 那当然了，当时我讲的时候4块多，4块5，对吧？那如果真的涨还差2倍。就到45块了 ，OK， 有机会我不知道没有保证的7倍我也收获了，好吧？10倍的话那就非常好了 ，OK。好，那当然了，跟何塞相当有关的就是小米了因为小米要用何塞的车小米当时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涨了这么多，人家问了小米还会涨吗？已经很怀疑了我说小米还是我的10倍股这个11月22号，去年11月22号，当时多少钱？28块5毛5对吧？最近我有算过它的合理的 SOTP 的价值，最少是27块，对吧？但是我们没有算雷军的价值，没有算被吹捧的讲故事的价值，还有最新的 AI 的那个发展所以小米今天50块，今天没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涨对吧？可能之前讲了涨了好多了，50块也是接近6倍的回报了那这个6倍我是大金额的6倍所以很不错了，我可以买10台小米输气了，OK， 就这样 ，OK， 好。现在这个公司这个改名字了，叫 Nage Nage 了有人经常来问 Nage 还能上车吗？现在当然不要上车了，这么贵了，现在已经9块了，9块才来问要上车对吧？我不喜欢高追我们是什么时候上车的？大家看一看，1块61块6 1块7对吧？1块6 1块7，现在我卖掉一点点了，一早就是负成本了负成本如果它跌到6块，如果它跌到7块，我会怕吗？我当然不会怕了，对不对？现在到了9块了去年11月22号的时候还只有7块5 4块5当然我们知道去年11月12月是美股最高的时候，结果美股跌下来了美股跌下来，现在的美股相对去年11月底的美股要低了很多，但是这只股票去年年底还涨了好多已经涨到了7块5的时候现在是9块钱，比当时的7块5涨得更多，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10倍股的威力整个大盘跌下来，它还可以涨的。OK， 学到请 OIC alright， 所以你一定要找10倍股，或者是如果中短线的话Rich 的那个强势股Rich 用技术分析找强势股，我用基本分析找10倍股这个时间点不一样，其中一个阶段叫强势股，因为10倍股一定有一段时间会是这个强势股的但是没有做强势股之前是会被怀疑的，这个时候它的股价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1块6的时候，大家都怀疑李嘉诚啦，怀疑那个周海旋女士的眼光啦，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有做过功课就有信心了，没有做过功课就没有信心了，好吧？所以呢，这几个案例给大家 update 了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最
多人想听的是什么股票？来，我们的这个团队来做一个统计，然后告诉我应该何塞啊，最多的人是何塞啊。OK，那我就讲何塞了啊。何塞呢，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还在起点，还在一个起点，跟一个高科技产品啊被商业化的还在一个起点，刚刚过了一个 tipping point。刚刚过啊，已经过了啊，最好当然是 tipping point 之前，那时候你就4块了、5块了、10块钱楼下买，那就很开心了啊。那现在已经过了 tipping point 了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后悔啊，好像啊，因为现在已经过了 tipping point 啊，这个拐点啊或者起点。那何塞的产品呢，有2大地方会用的，一个是智慧驾驶啊，现在叫智慧驾驶，不敢叫这个无人驾驶了。OK，那我们也知道，那些意外出来的时候啊，小米那个意外出来的时候，它的配置装配里面没有高端的那一个何塞的那一个摄像头，那个激光雷达，所以出了事情。所以呢，现在啊，人家就在说了，要不要把激光雷达变成汽车的标配啊？标配就是标准的配置。如果是的话，那当然这个市场会大幅度的需要激光雷达。OK，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机械人现在是大幅度的另外一个比汽车一样的火的，在 take off， 在这个上涨的就是机械人，机械人也需要激光雷达啊，因为机械人的眼睛是什么？就激光雷达。OK， 所以这2个领域对激光雷达未来的需求是很大的，包括智能生产。智能生产啊，现在都不开灯的，对吧？那些智能生产里面没有工人的，没有人的，但是他们也需要去做生产的一个眼睛啊，做什么呢？用什么呢？激光雷达。OK， 所以现在市场对激光雷达需求是很大的。那做得好的，以前有好几家，但做得好的，最好的就是何塞。OK， 接下来的是速腾啊，速腾是低端的多一点。何塞是高端的多一点啊。那随着这个产量量化，现在生意都来不及做啊，生意都来不及做，所以呢，何塞的毛利率也是很高的，速腾也不差，但是速腾还在亏本，而且这个两个公司的估值啊、价值啊差不多，那我肯定买何塞，这个我个人啊，所以我没买速腾，因为我2个比较过之后，我觉得何塞会好一点，就这样 ，OK， 不是买卖建议啊，因为这个何塞的波动还是蛮大的，好吧 ？OK， 那再看一下。黄金很危险吗？黄金是个对冲的分散投资的东西了，怎么会很危险？很危险，你FedEx 给我，顺丰给我好不好？OK，好，其他的差不多了啊。OK，那今天还有15分钟啊，大家去这个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啊，然后这个休息一下，美股开市，看看大家能赚多少钱。记得分享大家的喜悦啊，你赚了股票里面赚了多少钱，回来这里给我留个言。那这样的话，我也会很开心，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啊！记得上课啦，不上课不要买股票啊，记得上课啦啊！有免费的课程，有10倍股投资秘籍，也有几块钱的一个选股5部曲，大家3选1，好吧？OK，下次再见，拜拜。